如果你觉得想拥有一台真正的豪华全尺寸轿车，非得砸个5万、6万甚至7万美元不可，那你的钱包可能受伤了，因为在二手车市场，这个认知早就被打破了。现在完全可以用原价一小部分的钱买到一台全尺寸豪华轿车，它依然能给你带来顶级的静谧体验、扎实的用料和丝滑的动力。但这里面有个诀窍，有些车是宝藏，保值率高，而有些车看着是香饽饽，选错了，维护起来就是无底洞。所以在这期视频里，我会深度剖析6款全尺寸豪华轿车，即使在今天，他们开出去也依然让人觉得高价、气场十足。我会讲到他们的主流行情价、最值得关注的版本，以及购买时一定要留心避开的那些常见问题。准备好了吗？我们马上从目前市场上公认性价比之王的这台车开始说起。咱们先从凯迪拉克 XTS 说起，这车可以说是你花小钱就能享受到大家伙豪华感的一个首选。你不用真去买那些动辄上百万的豪车，也能体验到那种范儿，而且后续的养车费用也能省下一大笔。XTS 这车主打的就是一个舒服俩字儿，开起来底盘特别软，车里也特别安静，开起来那叫一个顺溜。所以说它开起来的感觉比你掏钱买它那个价格要高级得多。要我说最值得买的是哪一款呢？就是2014年到2019年这批得是搭载了 3.6 LV6 发动机和 6AT 变速箱的版本。这台 3.6L 的 V6 发动机通用了好多年了，你要是正常保养，可靠性还是挺靠谱的。当然了，它也不是什么追求极致性能的猛车，它本来就不是为快而生的。XTS 就是为长途巡航舒舒服服的开着而打造的，在这点上它做得非常到位。而且内饰才是这台车真正的亮点，空间超大，用料也贼舒服，摸起来软乎乎的。就算拿到现在来看，那些配置也一点不觉得过时，尤其是高配车型。以它现在二手车的这个价格，能买到这样的舒适度和配置，说实话，真的很难找到比它更划算的了。不过呢，买这车也有几点得注意，也就是咱们常说的坑。最大的问题就是车子的电子系统，什么车机屏幕各种传感器还有那些小电子元件，年头长了就容易出毛病。虽然不至于让车开不了，但修起来零零碎碎加一块也是笔不小的开销。另外，如果这车里程数比较高，那悬挂的部件就得仔细检查一下了。那到底什么人适合买 XTS 呢？特别适合那些就想要那种平顺舒适带点老派豪华感觉的人，但又不想花大价钱买豪车，开出去有面子，坐起来有高级感。只要你把车选对了，养车成本完全可以控制在自己手里。好了，如果你想要一个看起来坐起来更高级的座驾，那咱们下一款车就再往上提一个档次。接下来的主角就是这台气场全开的林肯大陆，只要你一坐进这台车里，那股子豪华劲儿扑面而来，挡都挡不住。林肯这台车把舒适和格调真的是做到了骨子里，不管是你看它还是开起来，它都在告诉你，我就是旗舰轿车的范儿。那说到买，到底选哪个版本最靠谱最省心呢？我推荐你重点看2017到2020款，它们搭载的是 3.7 LV6 自吸发动机，配上 6AT 变速箱。这套动力总成有多牛？简单说就是皮实耐造，想省心，不想后期总跑修理厂，选它准没错。当然它也有更强的涡轮增压版本，但那玩意儿结构更复杂，后期维护成本也更高。所以如果你追求的是安稳和省心，这台自吸 V6 发动机才是最明智的选择。但是林肯大陆真正的杀手锏其实是它那近乎变态的静谧性，车里有多安静。这么说，关上车门，感觉整个世界都安静了，加上行驶起来特别平顺，舒服的不得了，跑长途简直是一种享受。而且它的内饰也比那些老气的豪华车时髦多了，用料非常讲究，整个设计就算放到今天看，一点都不过时，依然耐看。当然了，买车嘛，总得说说需要注意的地方。跟现在的很多豪华车一样，它的电子系统算是个小短板，比如座椅调节、车机系统、驾驶辅助这些功能，偶尔可能会有点小脾气，出点小毛病。另外，买二手车的话，一定要查完整的保养记录。虽然它的机械结构不算特别复杂，但要是保养没跟上，小问题也很容易拖成大麻烦。那它到底适合谁呢？它特别适合那些追求现代豪华质感的朋友。你想要一辆车看起来够高级，开起来够平顺，最好还得有点个性，不像满大街都是的样子，同时又不想掉进养护无底洞的坑里，林肯大陆就是你的菜。好了，聊完这台美式大沙发，咱们接下来换换口味，来看看一台性格完全不同的车。下一台给你带来的是纯正的欧式豪华体验。要聊到奥迪 A8， 你才算真正一脚迈进了欧洲顶级豪华轿车的世界。这可是奥迪的王炸轿车，每一个细节都是为了给你那种我很贵的感觉。无论是 Quattro 全时4驱开起来的那种稳当，还是内饰里满满的科技感，就算放今天，气场也一点没过时。
如果真想买，我首推2011到2015年的款，这个版本用的是 3.0T 机械增压 V6 发动机配 8AT 变速箱，这套组合真的太均衡了，劲儿够大，开起来又丝滑，关键是比 V8 版本靠谱太多。那个 V8 版本后期的维修保养费能让你原地起飞，而且就算是这个 3.0T 也完全配得上它的身份，加速不急不躁，高速上舒服的像在坐头等舱。但是咱们也得现实一点，养 A8 这车成本真的比普通家用车高出一个档次，要是前任车主保养的特别到位，那这车开起来是真香。可要是人家没怎么好好伺候过，那维修账单分分钟让你怀疑人生。什么空气悬挂、各种电子系统，还有常规保养，花钱的地方确实不少。好在它给你的回报也是顶级的。开着它，车里特别安静，高速上稳得像在地上钉了一根钉子。四驱系统给你一种人车合一的贴地感，跑长途简直就是享受，毫不费力，充满了高级感。所以想买这车有几件事必须拎清：一、保养记录必须齐全清晰，这是底线；二、所有功能都得是好的，别有暗病；三、最好找个靠谱的地方做一次全面的购前检查。千万记住，这车绝对不能想着捡漏，更不能指望着买回去随缘修理贪小便宜，后面绝对会吃大亏。那这车到底适合谁呢？就是那些想花点钱体验一把顶级旗舰豪华，想开当年落地快170万人民币的车，但不想再花个新车价，同时也能接受后期维护成本高一点的朋友。当然了，如果你同样想要高端的质感，但又对可靠性口碑特别在意，那我猜你下一辆车的目标，我心里其实已经有数了。接下来我们盘一盘雷克萨斯 LS460， 这车真挺有意思的。为啥这么说呢？因为在这个级别的车里，它属于一股清流，既能让你体验到那种旗舰该有的豪华感，又不像很多传统豪车那样3天2头出点小毛病让人头疼。如果你想入手，重点就看2010到2016年款的，因为它搭载了那台经典的 4.6 升 V8 发动机配 8AT 变速箱，这才是雷克萨斯引以为傲的工程水准，开起来顺滑的像开船，车内特别安静，而且皮实耐造，这品质绝对是杠杠的。只要你正常保养，开个20-30万公里、20万英里，跟玩似的，根本不是事儿。所以它被很多人称为史上最靠谱的大型豪华轿车之一，这话一点不夸张。LS 真正的杀手锏是那种融入骨子里的细腻感，开起来特别稳，车里静的能听见自己呼吸，每一个地方都做得特扎实，用料也高级，拿在手里沉甸甸的。就算放到今天，这内饰的质感也完全不输，甚至能打。你只要一坐进驾驶座，那股子高级豪华车的气场瞬间就把你包围了。当然了，车也没完美的，有些车带空气悬挂，万一坏了，维修费可真不便宜。另外，底盘上的那些胶套时间长了也容易老化，养车成本比普通家用车肯定要高一些。但话又说回来，跟那些德国对手比，雷克萨斯最大的好处就是毛病少，修车费用也相对可控，说白了就是省心。买的时候注意几点就行：第一，搞清楚车子有没有空气悬挂；第二，一定要看完整的保养记录；第三，千万避开那种长时间没人管的车。你要知道，一台精心伺候过的 LS 和一台被前任糟蹋过的 LS， 那可完全是两回事儿。那它到底适合谁呢？就适合那些真心追求豪华，同时又图个省心，不想天天跟修车厂打交道的人。在大型豪华车这个圈子里，它基本就是那个最稳妥、最不会出错的安全牌。咱们再聊最后一款，那款车代表的是身份和牌面的天花板，但养起来的感觉跟 LS 完全是两个世界，体验上差别太大了。好，咱们最后来看看这台王者宝马7系。说白了，这车当年就是高端豪华和身份地位的代名词，尤其在新车的时候，那感觉谁开谁知道。就算放到现在，开起来的感觉、车里的科技配置，还有那种气场，说它是顶级豪华车，也一点不夸张。那咱们聊点实在的，哪一款最值得买呢？就说2010到2015年款的 F01这代，我首推 3.0T 直列6缸配上 8AT 变速箱的版本，为啥？因为这选择最均衡，动力够用，开起来特别平顺，而且跟那些 V8 版本比，后期的风险小太多了。你要是买了 V8， 那保养维修费绝对会让你啧舌。再说说内饰，这可是7系的王牌，用料、科技感、舒服程度完全是旗舰该有的水平。就算现在来看，很多设计也不觉得过时，尤其是在高速上，那个高级感没得说。但是有句话我必须得跟你说明白，养7系它真不便宜。就算这车二手车价格已经很低了，但维修保养的费用一点没见少，像冷却系统、各种电子设备、漏油、悬挂这些地方，如果上一任车主没伺候好，修一次，你的小心脏绝对会咯噔一下。所以买这种车注意事项太关键了。
一定要有完整的保养记录，仪表盘上一个故障灯都不能亮，车上的所有功能都得正常。而且我强烈建议你买之前一定要找个懂行的师傅做个全面的预检。记住，买七系不是图省钱，买的是它的身份和那份高级感，你得为这份成本买单。那这车到底适合谁呢？适合那些气场要足，追求那种真正豪华的驾驶体验，并且心甘情愿为这份高级感掏钱的人。好了，咱们把这几款车放一起看，事实就很清楚了。豪华车真的不用像以前那样花天价了，但你选对车和选错车，那体验和成本可真是天差地别。现实就是这么回事儿。你当年新车价零头的钱，就能开上真正的大型豪华轿车，每次开车都能享受到那种顺顺当当、安安静静的高级感。而精明买车和花钱踩坑之间的区别，就在于一件事儿：你到底懂不懂行，知道哪些是靠谱的，哪些是坑。选对了，你就能用当年7万美元的价钱，享受到100万级的体验，却根本不用花那么多钱。好了，现在轮到你们了。这些车里面你心动哪一款？在评论区告诉我。要是喜欢这类的干货，别忘了点个订阅，咱们下期接着聊。